江东猛虎，横扫六郡。孙策的一生如同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，短暂而耀眼。他以雷霆之势崛起，却又英年早逝，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与猜想。如果没有那场意外的刺杀，三国的历史又将走向何方？今天就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，沿着时间的轨迹，重温孙策那波澜壮阔、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。话说东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群雄逐鹿，朝廷早就没了威信，老百姓苦不堪言，各地烽烟四起，真可谓是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。就在这乱世之中，一颗耀眼的江星冉冉升起，他就是人称江东小霸王的孙策。咱们先得说说孙策的出身。他老爹孙坚那可不是个简单人物，那是跟着袁术混的一员猛将，人称江东之虎。孙坚打仗那是真不要命，冲锋陷阵，身先士卒，立下了不少功劳。孙策呢，公元175年就出生在吴郡富春，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富阳区。这孙策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，那叫一个聪明伶俐，过目不忘，而且长得也英俊潇洒，气宇轩昂。更难得的是，他特别会做人，待人接物那叫一个周到，很会笼络人心。那些个读书人、侠义之士都喜欢跟他打交道，觉得他是个可造之才。那时候谁也没想到，这个看似文弱的少年将来会成为一代枭雄，搅动天下风云。孙策小时候就跟着老爹南征北战，耳濡目染，学了不少兵法韬略。他虽然年纪小，但是胆识过人，遇事冷静，很有主见。孙坚也觉得这个儿子将来必成大器，对他寄予厚望。可惜呀，天妒英才。公元191年，孙坚在攻打襄阳的时候中了埋伏，被乱箭射死。这对于孙策来说简直是五雷轰顶。他才16岁啊，就失去了父亲，一下子成了孤儿。你想想，一个16岁的少年没了爹，孤苦伶仃的日子肯定不好过。那时候孙家依附于袁术，孙策也只能跟着袁术混。这袁术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，他这个人心胸狭窄，刚愎自用，而且特别自负，觉得自己是天命所归，早晚要当皇帝。他根本不把孙策放在眼里，觉得孙策年纪轻轻，成不了什么气候。孙策虽然有才华有能力，但在袁术手下却一直得不到重用。袁术总是让他干一些跑腿打杂的活，根本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。这孙策心里那个憋屈啊，他知道要想出人头地，就不能一直待在袁术手下。袁术这个人早晚要完蛋，跟着他没什么前途。他一直在寻找机会，想要摆脱袁术的控制，自己干一番事业。机会终于来了。公元194年，袁术派兵攻打徐州，结果被曹操打得大败，袁术损失惨重，手下将士也人心惶惶。孙策觉得机会来了，就向袁术借兵，说是要去平定江东。其实孙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可精了，他知道江东富庶，而且地方势力错综复杂，正是他可以大展拳脚的地方。他借着平定江东的名义，实际上是想脱离袁术，自己占地盘。袁术当时也糊涂，觉得孙策年纪轻轻，成不了什么气候，而且江东也不是那么好打的，就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他给了孙策几千兵马，让他去试试。就这样，
孙策带着几千人马，浩浩荡荡地杀向了江东。这一路走来，可不容易啊！孙策手下兵少将寡，而且江东地区势力复杂，到处都是地头蛇，有刘胄、王朗、严白虎等等，这些人都是在江东盘踞多年的地方势力，实力不容小觑。但是孙策这个人胆识过人，而且特别会打仗，他一路过关斩将，很快就打出了名堂。他先是攻克了溧阳，在那里站稳了脚跟，然后他又率军攻打牛渚，击败了扬州刺史刘胄的部将张英，声势越来越大。刘胄这个人也是个草包，根本不是孙策的对手。他手下虽然也有一些将领，但是都比较平庸，没什么能打的。孙策一路追杀，在秣陵大败刘胄，把刘胄打得屁滚尿流，狼狈逃窜。攻克曲阿的时候，孙策遇到了一个厉害的对手，那就是太史慈。太史慈也是个猛将，武艺高强，剑法如神，是刘胄手下最得力的将领。孙策和太史慈在曲阿城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，两人你来我往，刀光剑影，大战了几十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孙策一看，这太史慈是个难得的人才啊，他心生一计，想要收服太史慈。于是他故意卖了个破绽，让太史慈把他给擒住了。太史慈把孙策绑起来，得意洋洋地说道：孙策，你也有今天。孙策哈哈大笑，说道：太史慈，你也是个英雄，何必跟着刘胄那个草包混呢？不如跟着我，咱们一起干一番大事业。太史慈听了孙策的话，心里也有些动摇。他知道刘胄不是个明主，跟着他没什么前途，而且孙策这个人确实很有魅力，让人忍不住想要追随他。于是太史慈就答应了孙策的请求，归降了孙策。孙策得了太史慈，如虎添翼，更加势不可挡。有了太史慈的帮助，孙策一路高歌猛进，先后攻克了吴郡、会稽等地，基本统一了江东6郡。欢迎来到以墨说史，在这里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历史有名的人物，解锁古人一生的奥秘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订阅，一起踏上这段启发心灵的时光旅行。这江东6郡可不是一块小地方啊，这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而且人口众多，是个好地方。孙策占领了江东，就有了自己的地盘，有了自己的军队，有了自己的财政收入，可以和那些诸侯们分庭抗礼了。孙策这个人不仅会打仗，而且还很会治理地方。他礼贤下士，招揽人才，吸引了周瑜、张昭、张宏等一大批文臣武将。这些人都是当时顶尖的人才，有了他们的帮助，孙策的实力越来越强。周瑜那是孙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两人情同手足。周瑜不仅长得英俊潇洒，而且才华横溢，精通兵法，善于谋略，是孙策最得力的助手。张昭、张宏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，他们博学多才，见识广博，为孙策出谋划策，治理地方，功不可没。孙策还注重民生，减轻赋税，赢得了江东百姓的拥护。老百姓都说孙策是个好官，跟着他有盼头。他还大力发展经济，鼓励农业生产，兴修水利，使得江东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他还重视教育，兴办学校，培养人才，使得江东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。就这样，孙策在江东站稳了脚跟，
成为了一个割据一方的诸侯。他手握重兵，雄踞江东，成为了当时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。那时候，曹操挟持了汉献帝，控制了朝政，成为了天下最大的威胁。孙策也看到了这一点，他心里想着，如果能够把汉献帝救出来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那自己就可以号令天下，成就一番霸业了。于是孙策开始秘密筹划，准备北上袭击许都，迎接汉献帝。他秣兵立马，加紧训练军队，准备给曹操来个措手不及。他一方面派人打探许都的情况，一方面加紧操练水军，准备从水路进攻许都。他还派人联络各地的诸侯，希望能够联合起来，共同对抗曹操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就在孙策准备北上的时候，一场意外发生了。公元200年，孙策在丹徒狩猎的时候，遭到了许贡门客的刺杀。这许贡也是个倒霉蛋，他曾经上书朝廷，认为孙策骁勇善战，应该调回朝廷加以控制。孙策知道了这件事，勃然大怒，就把许贡给杀了。许贡的门客们对孙策恨之入骨，一直想要为许贡报仇。他们得知孙策要外出狩猎，就埋伏在山林之中，伺机行刺。那天，孙策骑着马，带着几个随从，在山林里打猎。突然，从树林里窜出几个刺客，手持利刃，向孙策扑了过来。孙策虽然武艺高强，但是寡不敌众，而且事发突然，他猝不及防，被刺客刺中了面颊。孙策身受重伤，鲜血直流。他知道自己不行了，就赶紧带着随从逃回了营地。回到营地后，孙策躺在床上，奄奄一息。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就把弟弟孙权叫到床前，嘱咐道：我死之后，你要好好治理江东，内事不决问张昭，外事不决问周瑜。他还对孙权说，如果实在不行，就向曹操投降吧，保住江东百姓的性命要紧。说完，孙策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离开了人世。那一年，孙策才26岁。孙策的死，对于孙家来说，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。孙权虽然年纪轻轻，但是他继承了哥哥的遗志，在张昭、周瑜等人的辅佐下，继续治理江东，最终建立了吴国，与曹魏、蜀汉三分天下。孙策虽然英年早逝，但是他的功绩却永远被人们铭记。他骁勇善战，用兵如神，被誉为小霸王。他礼贤下士，注重民生，为江东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具有战略眼光，看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重要性，试图挑战曹操的地位。孙策的一生虽然短暂，却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他就像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，虽然短暂，却留下了永恒的光芒。后人对孙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，有人说他是个英雄，是个枭雄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也有人说他性格刚愎自用，容易冲动，这也为他的早逝埋下了隐患。但是无论怎么评价，都无法否认孙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。他奠定了孙吴政权的基础，影响了三国的历史走向，成为了后世的传奇人物。如果孙策没有被刺杀，他很可能成为曹操的劲敌，甚至有可能统一天下。但是历史没有如果，孙策的早逝改变了三国的历史走向，使得曹操得以继续壮大。孙策的故事被后世广为传颂，成为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。
他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，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，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。怎么样？这次的故事够长了吧？情节也更丰富了吧？希望您喜欢。